韩国人非常歧视中国朝鲜族，在一档韩国综艺上，节目组给嘉宾们出了一道辩题，题目为大众媒体中关于朝鲜族犯罪的描写应当消失。这里的朝鲜族指的就是中国朝鲜族。在多数韩国人心中，中国朝鲜族的形象一直和各种负面词汇绑定在一起。百科中有一个名为在韩中国朝鲜族的词条，里面就提到了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的文化之争。比如韩国人认为中国朝鲜族的服装是韩国的，应该叫韩服。同时韩国人还认为朝鲜族的泡菜、朝鲜族的农乐舞都是他们的。不仅如此，就连不在他们管辖范围的长白山，他们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叫，因为在韩国人眼中那是白头山。而且词条中还包含了好几个韩国社会层面上对朝鲜族的歧视性行为案例。2023年7月23日，首尔新灵洞发生随机杀人事件，随即有韩国网民指出肇事者为中国朝鲜族，贴文这不是纯种韩国人等类似言论在网络受到疯传。即使韩国警方指出该名凶犯为土生土长韩国人，但舆论仍未平息。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青年警察》多次抹黑侮辱在韩中国朝鲜族，比如把犯罪者设定为朝鲜族，虚构大林洞居住的朝鲜族绑架女性强行采集卵子的犯罪等。事件不仅令朝鲜族学生在学校受到排挤，还让大林洞饭店的销售额骤减。2012年7月，韩媒报道指出，韩国政府从2011年起开始对中国朝鲜族启用指纹采集和面部识别系统，禁止他们入境或驱逐出境。据韩国法务部消息，截至2012年7月，被禁止入境的外国人达2500名，其中中国朝鲜族占1500名。综上所述，韩国人对中国朝鲜族的歧视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但是他们自己似乎是不太清楚这一点的。当然了，也不排除一部分人就是在理所当然的歧视，因为节目组让6位嘉宾选择正反方的时候，有5位嘉宾都选择了反方，也就是他们不认同关于朝鲜族犯罪的描写应当消失。在这5位嘉宾中，有2位嘉宾的处境比较尴尬，因为他们2个是没抢到反方的位置，所以被迫选了正方，相当于正方只有1位辩手在为自己的观点发言，另2位就属于言不由衷了。比如反方认为大众媒体应享有言论自由，让某一类言论消失，明显违背了公民和媒体的权利。 대중매체는 기본적으로 개인의 창작물이고 사용하지 마라고 규제를 할 수는 없는 영역이라고 생각을 했고요. 대중매체 예술 전반으로 봤을 때 거기에 불가침 영역이 생겨도 되는 건가? 표현의 자유를 측면에서 문제가 있다. 저는 이런 입장이라서. 和他们想法一致的还有因为手速慢所以被迫站队的正方的辩手。 사실 창작의 자유로움이 억압당한다고 생각하거든요. 하지만 그거에 반대 입장을 좀 뭔가 강제로 했던 것 같습니다. 选择反方的嘉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有话语权的人。Sugar 是模特兼主播，泰德是视频博主，麦克是说唱歌手，金妮是出身富裕家庭的精英职员。他们都能发声且正在发声，所以他们会不自觉地排斥无罪行为。因为嘉宾们都是韩国人，他们都不是辩题中被讨论的朝鲜族，所以为了让其他人更理解朝鲜族的处境，嘉宾河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延伸：影视中的女性形象。许多故事会将女性粗暴地分为圣女和妓女，这一行为就加深了大众对女性的刻板印象。